台北市的一家米其林餐厅夜幕低垂，灯火通明的雅间里气氛热络。这不是普通的饭局，而是一场涉及台湾最高立法机关人员与中国电动车巨头的秘密参叙。时间就在2025年7月底，全台正关注着726大罢免，政治风暴刚过，岂料2天后的深夜，一场被媒体称为野宴的聚会悄然上演。据爆料指出，比亚迪英文缩写 BYD 通过其台湾代理商太古汽车联系上一名知名电视媒体的陈姓主管和一家法律事务所，私下邀约了立法院长韩国瑜、副院长江启臣办公室的重要幕僚以及立法院总务处处长廖炯智共赴晚宴，地点选在台北市传统高档台菜餐厅山海楼，一桌人围坐，推杯换盏，宾主尽欢。这场饭局据悉持续了将近3个钟头才散席。这些受邀的人大有来头，韩国瑜和江启臣都是台湾政坛重量级人物，前者曾是高雄市长、总统候选人，现任立法院长，后者曾任国民党主席，现任立法院副院长。虽然2位院长本人并未亲自出席，但派出了一级幕僚代表与会，分量不容小觑。而陪同在侧的廖炯智作为立法院秘书长级的行政官员，更是掌管立院内部事务的重要人物。这样的组合显示比亚迪此次饭局针对的正是立法体系中的核心层。消息一出，立刻引发哗然。毕竟台湾官员与中国企业私下参叙极为敏感，更何况比亚迪是备受瞩目的中国电动车大厂，近年在全球攻城略地般扩张。舆论纷纷揣测，这场夜宴究竟谈了什么？是否涉及利益交换或政策游说？会不会触碰到公务员廉政伦理与国安红线？一时间 BYD 野宴立院高层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也为台湾政坛投下一颗震撼弹。要理解这场野宴的意义，得先弄清楚 BYD 是什么样的企业，以及它为何对台湾市场如此感兴趣。 BYD 全名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企业家王传福创立，以 Build Your Dreams 意为筑梦为企业口号。它起家于电池制造，后来跨足汽车领域，如今已成为全球电动车产业的龙头之一。近年来 BYD 在中国本土超越特斯拉，成为电动车销量冠军，在国际市场上也势如破竹，从亚洲到欧洲不断以高性价比的电动车打入各国市场。欧美各国开始对中国电车祭出高关税或安全审查，就是因为像 BYD 这样的低价强敌，让当地车厂倍感压力。然而 BYD 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战果。据悉 BYD 高层曾向投资人透露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在2030年前实现全球销量有1半来自中国以外市场。也就是说 BYD 正全力推进国际化，而毗邻中国的台湾自然在其版图上占有特殊位置。台湾市场虽然规模不算大，每年新车销量约数十万辆，但具有高度的消费力与科技接受度，更关系着一层特殊意义。台湾长期以来对中国制造汽车设下门槛，能否敲开台湾的大门，对 BYD 具有象征价值。如果 BYD 的车能驶上台北街头，那将是中国电动车首次大举登台，势必在产业和政经两界引起巨大回响。 BYD 早已对台湾虎视眈眈，近年电动车在台湾渐成风潮，特斯拉、欧洲车厂接连推出新款电车。然而中国品牌汽车始终因法规限制无法直接销售。一旦有机会， BYD 的各级车款从平价小车到豪华休旅都有可能以较低价格切入，掀起市场价格破坏。这对台湾消费者似乎是好事，可对本土汽车产业却是一大冲击。因此比亚迪一直在寻找一条迂回登台之路，务求在竞争对手前占领滩头堡。自2000年代以来，台湾基于产业安全与国安考量，禁止中国品牌整车直接进口，这道门槛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更是严守不放。现行规定下，不管车辆性能多优秀，只要是挂中国品牌或在中国生产的整车，就不能销往台湾。这意味着像 BYD 这样的车想正式在台贩售，除非改变身份。那 BYD 有什么办法呢？答案就是2招：换马甲、绕道走。所谓换马甲，
指的是利用别的品牌名称来淡化中国标签；绕道走则是改在第三地生产，避开中国制造的标记。BYD 早就盘算好一套方案，决定祭出与德国宾士合资的高端品牌腾势（英文名 Denza） 作为登台旗舰。由于戴姆勒原本占股一半，腾势一开始带有欧洲血统，看起来不像纯正的中国车。虽然2022年起 BYD 已陆续收购戴姆勒持股，让腾势如今几乎变成 BYD 全资拥有，但在品牌包装上，腾势二字多少给人不同于比亚迪的印象，仿佛披上羊皮的狼，把中国色彩隐去一些。接着是绕道生产， BYD 选定了泰国作为跳板。近年 BYD 在泰国建立了电动车生产基地，泰国制造的车辆对台湾而言不属于中国大陆输入，可以避免直接触犯禁令。因此 BYD 计划把适合台湾市场的车款拉到泰国组装或生产，冠上腾势品牌，再由第三地，例如泰国出口到台湾。这样一来，表面上就能宣称这是泰国制造国际品牌的汽车，试图钻过法律红线的空隙。当然，台湾主管机关对此早有警觉，经济部多次强调禁止洗产地的违规转运行为。也就是说，若认定厂商只是把中国制车挂上第三地名义偷渡进来，仍属违法。2025年7月，经济部还重申采取4大反制措施，包括监控进口数量，严格审查源头，对违规者最高处以新台币300万元罚款，甚至取消进出口许可权等。官方态度可谓寸步不让。不过 BYD 的部署显然更早就在推进，早在2024年底，太古汽车便与 BYD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2025年1月，太古开始在台湾申请腾势商标，包括简体字及英文字样，并着手招募经销商，为正式引进车辆铺路。同时，据了解，已有至少2款 BYD 旗下的新车秘密运抵台湾，送交车辆测试中心进行认证测试。甚至在一般道路上，有车迷拍到伪装涂装的神秘休旅车试跑，其车身轮廓被眼尖人士认出就是 BYD 热销的 SUV。 然而，就在外界猜测 BYD 离正式上市仅差临门一脚时，测试计划突然终止。外传是因为主管机关明确表态不发给腾势品牌销售许可，导致试车也无以为继。既然正面突破行不通， BYD 与其代理商只好转而经营人脉关系，希望从政治路径寻找突破口。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但也免不了政商关系的角力。许多大型投资案或法规变更，背后常有企业游说的身影。BYD 这一次可说是将大陆商场习以为常的关系学搬到了台湾。首先，他们借重了太古汽车在台湾的广泛业务网络。太古集团是英资背景，在台湾经营汽车销售多年，代理过宾士、马自达、福斯等多种品牌。熟悉台湾政经环境的太古明白，要打动决策者仅靠公文往来远远不够，私下的沟通管道反而更有效。于是太古通过合作的重达法律事务所，再加上一位深耕媒体圈的陈姓主管牵线，张罗出这场立院高层的晚宴。从参与者组合看， BYD 这次锁定的对象极具策略性，立法院长、副院长办公室的人马坐镇立法机关的龙头位置，对于议程安排、法案推动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立院总务处长则是立法院长的左右手，熟稔院内运作。更巧妙的是，他们不只接触蓝营权力核心，连绿营立委也试图网罗。据民进党籍立委许志杰透露，太古方面曾有人找上门，想向他说明 BYD 计划，但被他以时机不合适为由婉拒。许志杰何许人也？他正是现任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掌管交通领域法案审查大权。可见 BYD、太古对立法院朝野两边都不放过，广泛撒网。这种游说方式可以说是游走在灰色地带。一方面，企业与立委私下参叙在台湾并非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只要没有贿赂或交换不当利益，就很难直接定罪。另一方面，中资背景企业接触高层官员，性质特别敏感，极易引发对统战渗透的疑虑。BYD 选择的做法是低调进行高层打点，他们不搞大张旗鼓的公关活动，而是在暗地里请客吃饭，营造关系。
他们或许期望通过几次私下沟通能够影响立委的想法，进而在立法院内对经济部等单位施加压力，放宽对中国车的禁令。可以想见，在餐桌上 BYD 方面极可能极力游说，他们大概会强调 BYD 车如何物美价廉，符合环保潮流，进军台湾对消费者有利，也可能暗示太古集团愿在台增加投资，创造就业，只待政策松绑即可实现等。这些说辞若能打动与会的幕僚，未来转达给韩国瑜、江启臣等决策者，就可能形成政治影响力。对 BYD 而言，这点燃的是一把从立法端烧向行政端的温火，希望慢慢烤的经济部松口。然而，这场密会并非真的神不知鬼不觉，镜周刊记者早已掌握线索，埋伏在餐厅外头，直击了众人出入的场景。2025年8月初，周刊将这则独家报道公诸于世，引爆媒体跟进报道。原本秘密进行的政治游说，转瞬变成摊在阳光下的争议事件。对此事件，朝野政坛迅速做出反应。首先是民进党方面表达了强烈质疑，民进党籍立委吴思瑶就批评称，此事很不单纯，要求相关单位说明是否有违法或不当之处。他认为立法院高层幕僚参加中资企业的宴请，已踩到政风规范的红线，至少在社会观感上极不妥当。吴思瑶直指，这恐怕不是单纯吃饭，背后可能涉及对政策的游说乃至利益交换，必须严查真相。另一位被点名的民进党立委许志杰则证实，自己也被太古集团列为接触对象，他坦言确有其事，但他婉拒了参加任何聚会。许志杰强调，有关立法院的这类私下聚会，他并不清楚详情，一切仍待立法院长办公室对外说明。这番话既是撇清自身关联，也侧面印证了 BYD 通过代理商积极跨党派游说的事实。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国民党籍的立法院团则采取低调回应策略。由于韩国瑜与江启臣本人并未现身宴会现场，他们暂时避免直接卷入风波，而是由出席的官员出面说明。立院总务处长廖炯智在媒体追问下首度开枪，声称当天参加参叙是朋友临时邀约，而且参叙对象都没有业务往来，强调自己并没有违反廉政伦理。他解释说，饭局是在下班后进行的私人性质聚会，事前也不清楚其他与会者身份。他的潜台词是，既然没有公务利害关系，接受饭局招待不算逾矩。然而，廖炯智的说法能否平息外界质疑，很多人并不买单。毕竟作为立法院高阶幕僚，他与国会议长关系密切，其一举一动都有政治意涵。民进党立委质疑，就算不是直接交换利益，这种吃饭培养感情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影响力游说。更何况 BYD 是陆资，立法院方面岂能掉以轻心？行政部门也开始警戒。经济部重申，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只要是中国车辆试图以不合法方式进口，都会依法处置。政府维护本土产业与国安的立场不变。陆委会相关人士则私下表示，会持续关注中资企业在台动向，提醒政界人士谨守分际，不要中了对方统战的套。社会舆论方面，这事件同样引起两极讨论。一方面，不少民众担心肥猫乱吃的老戏码重演。过去台湾也曾出现官员收受厂商招待甚至贵重礼品，最后爆发贪渎丑闻的例子，因此对官员夜宴心存疑虑。另一方面，也有人主张应更开放务实。他们认为，中国电动车技术突飞猛进，台湾何必画地自限？有网友指出，马英九基金会主办的青年参访团最近才在中国天津参观了 BYD 的旗舰展示馆，许多参访的大学生都对大陆电动车发展感到震撼。如果 BYD 产品真有竞争力，台湾为何不大大方方引进，让消费者决定取舍？这种声音认为，与其一味防堵，不如制定规范让其进入，同时要求数据安全、零组件开放等配套。究竟 BYD 此番积极动作背后意图为何？单从商业角度看，它无疑是瞄准了台湾电动车市场的商机。台湾目前电动车渗透率仍低，但成长前景可期。如果 BYD 抢先进入，依靠其在大陆形成规模经济的低成本优势，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占领可观的市占率。这对 BYD 扩大全球版图、
提升品牌知名度都有助益。此外， BYD 作为上市公司，也需要不断开拓新市场来支撑营收成长。台湾虽小，却属于高价值市场，有利润可图，自然不愿放过。然而，在两岸关系的大框架下， BYD 的布局就不仅是单纯生意了。许多人担心其中可能夹杂着统战的考量。中共一向鼓励中国企业对台湾展开经济交流、投资渗透，作为拉拢人心、增加依赖的统战手段。BYD 作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一面旗帜，如果能进驻台湾，势必成为大陆宣传两岸经济融合的案例。届时，不仅是卖车赚钱，更会被渲染成台湾同胞喜爱大陆高科技产品的象征意义，潜移默化冲击台湾民众的认知。更具体的隐忧在于信息安全。现代电动车不仅是载具，还是一步步行走的智慧终端，内含 GPS 定位、摄影感测、车联网通信等装置。如果大批中国制或具有中国技术背景的车在台湾上路，车辆收集的数据会不会外流回中国？车载系统会不会成为潜在的监控与攻击管道？这些疑问并非无的放矢。当下连 TikTok、华为手机等产品都被质疑可能构成资安风险。中国电动车进入台湾后是否安全可控，也难免让情报单位提高警戒。从这个角度看， BYD 业验立院高层已经超越单一企业行销的范畴，某种程度像是一场正经博弈。BYD 与太古或许纯粹为了商业利益在奔走，但其行为效果却可能成为中国对台策略的一环。这也是为何此事曝光后引发如此高度的关注与戒心，因为大家担心经济与政治的界限在这里被模糊了。 BYD 野验风波不仅考验着台湾的法规红线，也为台湾的政商关系上了一课。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力量可以轻易跨越国界，但对台湾而言，来自对岸的庞然大物往往自带政治投射。当企业巨头像端着诱惑的橄榄枝登门，政府与政治人物该如何回应？是欣然接受，寻求双赢，还是婉拒美意，坚守原则？这是一道难题。支持开放者认为，不应让意识形态阻碍经济发展。中国电动车如果真材实料，价格实惠，让它进入可以促使本土产业升级，消费者受惠。而且如果担心资安，大可以事先订定技术规范，如要求本地服务器存储资料、关键零组件需经认证等，用管理代替禁止。主张严守者则提醒，一旦开了口子，未来就难以关上。中国车今天以泰国名义来，明天可能还有其他变通手法，立此不稳之点，等于给对岸探底台湾防线的机会。而且官员私下寿宴已经让人质疑是否有人情压力存在，台湾经不起高层决策被经济利益影响的风险，国安与自主更不能用几台便宜电动车来交换。可以确定的是， BYD 这盘棋还没下完。迄今为止，经济部依然没有放行腾势。比亚迪车款的上市销售申请，立法院方面表面上也没有人公开替 BYD 游说背书。然而未来的局势并非静止不变，如果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例如朝野权力消长或政策路线转向 BYD， 依旧可能寻得新的突破窗口。而台湾本土车商和国际车厂也会密切关注这位强劲对手是否杀到家门口，恐怕已提前思索对策。从野验事件回望台湾与 BYD 的交锋，折射出的其实是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间永无止境的拉锯。台湾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体，一向鼓励各国投资、商品竞争，但面对特殊的两岸关系，又不得不设下层层防护网。BYD 这家中国电车巨头的敲门，既带来技术与价格的诱惑，也敲中了台湾对北京渗透的敏感神经。未来，台湾势必要在开放与安全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或许有一天， BYD 的电动车真的以合法合规的方式在台上路，成为街景一部分。也或许在更严谨的法规下，中国汽车仍被拒于岛外。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此次 BYD 野验风波将成为日后的参考案例。它提醒着台湾社会透明监督的重要，提醒官员与民意代表们在经济红利面前更需坚守原则，也提醒业者与投资方跨海逐梦需要理解并尊重这块土地特殊的规则。
台湾民众希望看到的是双赢的局面，既能引进先进科技与产品，又不牺牲国家的自主安全。要达成这目标，除了政府制定完善的政策，更需要政商互动的干净透明。或许经过这场风波，各方都将更谨慎以对。BYD 的野心和台湾的底线，在一次深夜参叙中短兵相接，所幸有媒体阳光照射，也给了全民思考的契机。未来如何取舍，我们拭目以待。但可以确信的是，无论中国企业多么来势汹汹，台湾社会对自身核心利益的捍卫决心亦不会松懈。这场围绕 BYD 的攻防，正是台湾在复杂国际夹缝中求生存的缩影，曲折而深刻，值得我们长久记取。